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麒麟。本期我们接着来看万老师的新作《天敌抗战记》第7话。上回说到，生死不明的第9勇者艾利欧竟然活着回来了，并带回消息，一支巨人族正往人类据点赶来。众人商讨后决定派出一支敢死队，先假意投降，再带着巨人族去往隔壁新人类的据点。艾利欧自告奋勇接下了任务。整个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对本土的魔王军来说也是不小的冲击。魔王干部基瓦正通过传信的水晶球向11魔王加奇汇报着外面的情况，不仅出现了能和他们魔王军势均力敌的钢铁虫子，还有那被堆成山的同胞尸骸，以及出现在各地的奇特建筑物和地貌。此刻的外界完全是混乱失衡的状况。另外，基瓦还表示他想要调几些魔王士兵去，话音未落就被魔王加奇打断道：“哼，随便你，退下吧。”基瓦只能低着头消失在水晶球里。那我就去外面稍微看看吧。此话一出，捧着水晶球的手下赶紧提醒道：“刚刚基瓦报告里说，外面正一片混乱，情况很危险呢。”看来本王和你们之间对危险的定义似乎不太一样，只不过是天气略有改变的程度而已，别在这给我大呼小叫的。手下们不敢再吱声。魔王加奇径直飞出了城堡，来到城堡上空，俯瞰这片大陆，他才终于明白手下说的混乱是何种程度。隔壁的黑色沼泽，远处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，还有天边尽头那直冲云霄的恐怖火山。短短时间，他已经不认识这个世界了。加奇阁下，您听得见吗？一段令人烦躁的声音直接从脑海里传来。加奇脸色不变地回应道：“这种听了就令人不悦的声音，是尤多吗？世界突然变得好有意思呢。”此人正是第19魔王尤多，长得跟个鲶鱼怪一样，体型巨大，正悠闲地下着棋。只见那棋盘上的落子竟然全都是活生生的人类。他冲加奇说道：“原本减少了那么多的人类数量，似乎瞬间增加了好几倍，这个世界又多了好多乐趣，他好开心啊！”另外，47魔王中似乎已经有人在行动了，询问加奇有何打算，要不跟他一块行动吧？加奇回应道：“大魔王大人对此有何指示吗？”尤多表示，那位大人一点消息也没有，想来大魔王毕奥大人对这等天地异变也是毫不在意吧。说话间，他落下一字。2名对峙的士兵竟然是一对父子，带着恐惧到扭曲的脸，儿子一刀被斩了下去。尤多的笑容更甚，表示他对人类勇者很感兴趣，何不趁现在出去玩一玩呢？一听这话，加奇疑惑道：“难道还没有勇者去过尤多的地盘吗？”尤多愣了片刻，回应道：“是啊，他从来没有见过勇者。”没错，负责讨伐尤多的勇者正是第19勇者艾利欧。回到人类据点一边，负责此次诱敌计划的人员已经基本确定。以艾利欧为首，选出了几名和新人类外貌接近的志愿者，分别是天轨界的少尉丘比特、大胸界的西装哥茂、魔世界的魔法少女拉姆、几率界的2名士兵寇博和休克斯，以及负责带路的巨人界大个子金特。虽然从外貌上他算不得美男子类型，但和巨人族外形有些相似，或许会令对方放松警惕。泽比下达指令道：“再过30分钟，就用转移魔法阵将他们传送到作战地点附近。在那之前，大家请各自做好准备。”城墙上，艾利欧独自一人望着城外，街上的辅助精灵正支支吾吾地在说些什么。这时，身后传来脚步声，正是凯拉。艾利欧嘴角一笑，又说起了那轻浮的话：“怎么，凯拉妹妹是想给我一个预祝一路顺风的告别吻吗？”然而却听凯拉脸色平静地说道：“在执行任务之前，必须确认清楚。艾利欧，你其实根本就没有和魔王交过手吧？”他接着说道：“他知道临阵脱逃的人会是怎样的言行举止。那样的士兵他见过很多。”艾利欧伪装的笑容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低头沉默。片刻后，他终于说出了实情。在抵达魔王城前的魔族聚落时，他亲眼目睹魔王尤多将抓来的人肆意玩弄。看到那样的场景，他本能地告诉自己，那不是他能对付的敌人。回过神来时，他的双腿已经控制不住地往回狂奔，丢下了同伴和求助的同胞。仅仅是远远地看到魔王的身影，他的勇气便被彻底击溃了。历经多年累积的力量和自信，在那压倒性的恐惧面前不堪一击。夹着尾巴逃跑的他根本就不是勇者。后来他隐姓埋名，开始四处流浪，不想被人看到他狼狈的模样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天地发生了异变，前所未见的景象令他决定回到据点，至少尽其所能去扮演勇者艾利欧。凯拉听明白了，所以当时回来他没有立马说出巨人族来袭的情报，是为了逃避逐渐逼近的现实吧。艾利欧沉默不语，接着又说道：“他回到据点后，看到了哈洛也在，心里便松了口气。
还以为哈洛也是败给魔王后狼狈逃回来，这样的话一定也能了解他的痛苦。但直到听哈洛说起那慷慨激昂的话和那无比坚定的眼神，他才明白哈洛没有被击溃，仍是那一往无前的勇者。凯拉问道：既然是这样，那为何艾利欧又会自告奋勇的接下诱导任务呢？要知道那也是九死一生的。艾利欧解释道，在看到哈洛站出来想接下任务的一刻，他没办法坐视不管，毕竟哈洛比他更有存活的价值，如今已经置身其中，他想逃避也没办法了。他埋着头自嘲道，他真逊啊。这时候凯拉却表示，能凭着虚张声势就赌上性命，没有人会嘲笑艾利欧，至少他知道了现在的艾利欧是有勇气的人。就在艾利欧感动得热泪盈眶时，一朵快蔫了的花递了过来。凯拉脸色郑重地表示，这是早上的回礼。他不了解艾利欧世界的文化，也不知道这样的回礼有没有弄错。艾利欧接过花来，凯拉接着说道，早上收到艾利欧的花后，他思考了很久，也没弄明白这其中代表的意思，但也感受到了送花的用意并不是拿来使用的，所以等艾利欧回来后再告诉他其中用意吧。说罢，凯拉转身便要离开。等一下，艾利欧擦了擦眼角的泪花，向凯拉道谢。谢谢你，凯拉小姐。我艾利欧对这朵花发誓，这次一定会全力以赴，请你相信我。很快，30分钟的准备时间已过，转移魔法阵布置完毕，在亲友团的目送下，艾利欧小队就要出发了。泽比表示，就拜托你们了，这个据点的命运都托付在你们身上了。艾利欧笑着回应道，这种话都听腻了，就别再施加压力了。这时候，那侵略界的代表全身缠着绷带的妹子向艾利欧走来，突然抱住了他，在他耳边轻声说道，新人类是极为残暴的种族，请你一定要万分小心，他会祝福各位平安归来的。艾利欧向他表示了感谢，但也从他那止不住颤抖的身子能感受到他或许有着非常可怕的回忆。接着艾利欧扬起了手，冲队员们郑重说道，他们的任务是找到那只正往据点赶来的巨人族，假意投降，顺势将巨人族带到隔壁新人类的区域。当然，巨人族很可能一见面就将他们直接杀死，也就是说他们是敢死队。但即便如此，现在的他们简直帅气的无与伦比，所以都打起精神来。巨人族诱导队正式出发。随着一道光芒闪过，艾利欧小队消失在原地，哈罗和帕涅也默默为他们加油。然而事情发展刚一开始就跌入谷底，刚一见到那群巨人族，小队里激略界的一名士兵便被捏碎了脑袋。看着脚底下这群蝼蚁，巨人族不耐烦地表示，叽叽喳喳的吵死了，要是有什么想说的就说的简单点，不然就全部捏碎。那股恐惧感再次涌上心头，和面对魔王时一样。但这一次艾利欧并没有退缩，他还告诉哈洛、凯拉和大家，他艾利欧是勇者，不会再逃避了。好了，那么到这里就是《天敌抗日记》第7话的全部内容了。上一话艾利欧的奇怪表现，原本还以为是被寄生虫给控制了，没想到被评论区的小伙伴给说中了，就是个逃兵罢了。虽然丢下同伴们逃跑非常的可耻，也不配成为勇者，但马后炮来说，就算他不跑，也是一个也活不了。从哈罗和魔王的战斗就能看出两者间的差距。单从性格和品性上来说，艾利欧成不了像哈罗一样的勇者，但对于如今苟延残喘的人类来说，艾利欧这种类型的作用可能还要大一些。比如这次的诱导计划，似乎还真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些希望。要说是换成哈罗来，我估计这块恐怕已经打起来了。好了，喜欢天敌系列的，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见。